不要试图用叫哥哥的方式套近乎，非工作时间更不要发语音撒娇打扰领导。天哪！我昨晚管他叫哥哥薅羊毛的黑色头像，居然是我的大老板傅庭川。文言，听明白了吗？不够的话再跟我说。没钱交房租，手机还摔坏了，真是没天理啊！哥，现在连自己亲妹都不认识了吗？我全世界最好最帅的哥哥，我最近又没钱吃饭了，给你可爱的妹妹转点零花钱呗。哼，你以前都是秒转，果然是亲情淡薄了，没爱了。哥，我手机进水了，钱都拿来修手机了，你不会见死不救吧？成功到账800元。才800，哥你也太小气了吧！以前最少都给3000的，难道你的公司快破产了？成功到账8000元。我就知道哥哥刚才手滑少打了个0，最爱你了。手机一进水，连亲哥和老板都能认错。8000块收得挺快，明天例会看你摸油被我叫住的时候，还能不能叫得这么甜？第二天，温言坐在角落里，眼眶带着黑眼圈，脑袋困得一下一下的往下砸。坐在主位上的傅庭川停下转动手中钢笔的动作。温言，会后留一下。我去，老板不会因为我打瞌睡就要开除我吧？温言，你没发现今天副总的眼神很不对劲吗？你最近是不是闯祸了？没有啊，我每天就是打打杂，能闯什么祸？温言，我先走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下属就是下属，上司就是上司，不要试图用攀亲戚、叫哥哥等套近乎的方式来掩盖工作能力的不足。非工作时间更不要因为个人的私事去打扰领导。副总今天吃错药了吧？讲这么多大道理，还不如直接给我们发个大红包来的实在。散会，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话记在心里。温言，你留一下。偌大的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傅庭川2个人。傅庭川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你就是温言，我记住你了。傅总，您找我有事吗？刚才会议上我讲的关于上下级关系的内容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傅总。中午去食堂吃饭，傅庭川竟然端着餐盘直接坐在了我的对面，盯着我的手机问：“你这手机看着还挺新的。”听明白了，副总，您讲的太透彻了，简直振聋发聩。听明白了就好。那副总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工作了。希望他是真听进去了，别再乱认亲戚。午饭我正吃得津津有味，对面突然拉开了一把椅子，端着餐盘坐在了我对面。我抬起头，被嘴里的鸡腿呛到。副总好。你这手机看着还挺新的。是还挺新的，副总。您这么问，该不会是想送我一部新手机吧？好。洛洛，大事件！我们老板早上刚开会强调上下级关系，中午就跑来跟我坐一桌吃饭，还说要送我新手机。不会吧？他看着挺正经的。我手机里唯一的特殊存在，就是我那个给我转钱的亲哥。哥，还好这个冷漠的世界里有你疼我，我以后就赖上你了，你可要对我负责到底啊！就这样，我天天找这个黑色头像要钱买游戏皮肤，直到1个月后，我发了条感谢哥哥的朋友圈。温言，你在朋友圈天天喊哥哥要钱，还发亲密文案，我什么时候给过你1分钱买游戏皮肤了？对面到底是谁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自从那天中午的手机惊魂后，我开始在公司里躲着傅庭川走，但我熬夜打游戏的毛病是一点没改。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，精心编辑了一条朋友圈。然而，仅仅过了半分钟，我的微信疯狂震动起来，是我亲哥温宇发来的私信。哥，你的微信迷头人怎么换了？你之前不是一直叫这个名字吗？我的 CPU 瞬间烧干了。假哥哥？什么假哥哥？我手忙脚乱地去翻找那个转账的黑色头像的聊天记录，再往上滑，没有任何历史痕迹。我感觉手脚冰凉。如果刚才那个质问我的是我真正的亲哥温宇，那下面这个被我当成提款机管他要了1个多月前的黑色头像到底是谁？我颤抖着手打字问他：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哥？
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哥？文言，你是不是打游戏把脑子打坏了？我叫温宇，身高1.86米，有个整天只知道熬夜打游戏、只会花钱的笨蛋妹妹叫温言。你8岁那年偷我存钱罐买辣条，被我抓住，你急得把5毛钱硬币吞了，还是爸妈连夜送你去医院取出来的。你10岁发现我早恋，敲诈了我3000块封口费，还需要我继续列举你的光辉事迹吗？要不要现在就去医院做个 DNA 亲子鉴定？温言，你藏的也太深了吧！没想到你跟副总的关系已经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以后可要多多提携我啊，未来老板娘。副总、老板娘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你刚才发的那张转账记录的截图，明明就写着老板傅庭川。乔家的意思是，那个被我误认为亲哥，每天被我撒娇要钱买游戏皮肤的黑色头像，竟然是我的大老板傅庭川。哥，我要买新皮肤，打钱。哥，你要是愿意一直赞助我打游戏，我保证天天早起给你带爱心早餐。把朋友圈删了吧，我再给你转点钱。看着傅庭川发来的这句话，我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屏幕上跳出了一个醒目的橙色转账提示8000。傅庭川，你这是在用钱封我的口，还是在交妹妹的保护费啊？把朋友圈删了吧，我再给你转点钱。看不见。在，上次的钱没收，觉得太少了吗？拿去买你喜欢的游戏装备，不够的话再跟我说。副总，这钱我真的不能要。副总，关于之前1个多月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当那是一场梦，就当从来没发生过，您看可以吗？我这1个月总共收了您38000块钱，我仔细算过了，我现在就全部转还给您。从今往后，您还是我们高高在上的副总，我就是公司里一个小员工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互不打扰。哥，我要报一个很重要的游戏原图设计提升班，借我4万块钱。副总，请您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以任何理由找您要1分钱了。之前都是我沉迷游戏，熬夜，脑子不清醒，认错了人，给您造成了困扰，非常抱歉。沟通障碍，心理压力。温言，你看到我转给你的文章了吗？我觉得你对我有一些误解。我承认，一开始你来找我要钱，我确实很惊讶。但我查了你的人事档案，知道你有个哥哥，头像也是黑的。我猜你可能是认错人了。我没有立刻点破，一方面是想看看你想做什么，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你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天天熬夜打游戏，可能精神压力太大。一个人在外打拼挺不容易的。我给你转钱，并不是你想的那种职场黑幕，我只是不知道该处理，又怕直接拒绝会让你觉得公司冷漠。我开会强调上下级关系，就是想委婉地提醒你，可我没想到你要钱要得更理直气壮了。但是你昨天突然还钱还要划清界限的行为，让我觉得问题很严重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3万8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问题是你的处理方式，你在发现自己犯了错后，第一反应是逃避，是切割，而不是沟通，这让我很失望。这不是一个成熟职场人该有的态度。今天下午2点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们当面谈清楚。请进。
副总，对不起，我抬起头说话。说说看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从最开始。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起来，从我熬夜打游戏，手机掉水里，到微信丢失备注，再到凭借纯黑头像认错人。我讲到自己发现真相时的崩溃，讲到同事乔家的误会，也讲到了自己选择还钱时的鸵鸟心态。所以你叫我哥，真的就只是字面意思，没有其他任何暗示？绝对没有，副总，我对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我就是单纯想骗点钱买游戏装备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这件事儿我们双方都有责任。现在既然说开了，就此翻篇，我不再追究。翻篇了？那钱我已经还给您了。钱我会让财务原路退回给你，那38000就算是我借给你的无息借款，等你以后经济宽裕了，分期还给我，不设期限。这怎么行？没什么不行。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，就把压力转化为工作的动力，用业绩来证明你值得这份投资。另外，关于乔家那边的误会，你自己去解释清楚。我不希望在公司里听到任何关于我们关系的无端猜测。明白，谢谢副总。温言，坦白从宽，你和副总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之前那事儿其实是个大乌龙，就是一场纯粹的认错人误会。后来我和副总当面澄清了。我的天啊，温言，你这经历也太戏剧性了吧！你放心，我绝对守口如瓶，不跟任何人提半个字儿。不能再天天熬夜打游戏了，我必须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做得不错，早日把欠的钱还清。这次的推广项目非常成功，我特别表扬温言和他的团队。公司决定给温言发放一笔2万元的专项奖金。谢谢。副总，谢谢您的肯定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哥，先还你一部分，你妹妹我现在也是能靠自己赚钱的人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居然不拿钱去充游戏了？看来你们公司挺能培养人的嘛。1年后，我已经晋升为项目小组负责人，公司接了一个1000万级的跨年大项目，我入选核心成员。本以为准备大干一场，可就在项目启动的第3天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总部空降了一位高管，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我。这位是总部新调来的营销总监楚潇潇。温言是吧？进公司才1年，就负责线上推广这个最核心的板块，你觉得你扛得起来吗？楚总，我之前独立带过推广项目，对渠道转化率有完整数据复盘经验。副总也是基于数据评估才让我负责的。小项目的运气不能等同于操盘大项目的实力，我们需要的是精准的转化，不是拿公司的钱给新人练手。副总，我建议线上推广这块由我带来的资深经理周子明接手主导。温言毕竟年轻，给周子明打打下手就行了。楚总的顾虑有一定道理，这样吧，这周5开一次提案会，周子明和温言，你们各自出一份线上推广的落地执行方案，谁的方案更贴近市场，预算控制权就归谁。好的，副总，周5的提案我会拿出数据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温言能负责核心项目，根本不是因为能力强。什么意思？他刚进公司那会儿，天天在微信上管副总叫哥，还要了几万块钱呢。说白了就是老板招进来的关系户。其实太深，胡说八道。楚总这次是贴了铁板。我一把拉住乔家的手腕，将他拽出了茶水间这片是非之地。温言，你拉我干什么？他们这么泼你脏水，你咽得下这口气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将胸腔里翻涌的怒火强行压了下去。乔家，你现在冲进去跟他们吵，除了被人当成气急败坏，没有任何用处。在职场上，用嘴是打不赢流眼的。只要我还没拿出无可挑剔的成绩，我的任何解释，在别人听来都是心虚的掩饰。下午，我去傅庭川办公室提交一份常规审批文件，签完字，抬眼看着我。外面的那些闲言碎语，听到了？听到了，但请副总放心，这不会影响我周5的提案状态。商业竞争的本质是利益博弈，
当对方在业务上没把握压制你时，就会选择造谣，去证明给他们看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底气。明白。我转身走出办公室。接下来的2天，楚潇潇的亲信周子明整天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，拿着各种华丽的 PPT 到处炫耀，而我根本没空搭理他。我太清楚我们公司的产品特性了，真正能决定生死的是实打实的销售渠道转化率。我带着团队直接下沉到市场一线，联系了核心电商平台。在视频会议里，我拿着产品的利润空间表，跟他们一毛一毛的抠成本，一分一分的算投资回报率。周4深夜，办公区已经空无一人。我把最后一份合作商的保底销售意向书扫描进电脑，将其作为我提案方案的最终底牌。这时，总裁办公室门开了。还不走？做最后的核对，副总，我这次可是把压箱底的本领都拿出来了。商场上留言最没用，唯一能让所有人闭嘴的是白纸黑字的增长数据。早点回去休息。周5下午2点，提案会正式开始。按照抽签顺序，周子明第一个上台汇报。这是我的项目方案，接下来一一汇报。随着大屏幕亮起，坐在我旁边的乔家脸色猛地变白。魏延，他的方案怎么会？周子明将 U 盘插入电脑，大屏幕上跳出一份设计极其炫酷的动态 PPT。各位领导，我们团队的线上推广方案核心理念是全矩阵势能引爆。我们计划打通3大平台的头部大 V 资源，形成闭环营销，先做话题预热，再做流量收锅。乔家死死攥着我的手。魏延，他 PPT 里的核心视觉概念，明明是我们周2晚上你在白板上画出来的初稿，他们怎么敢直接抄？不用猜也知道。肯定是保洁阿姨清理白板前有人偷拍了照片，或者是团队里的实习生被套了话。楚潇潇为了赢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周子明在台上讲的唾沫横飞，嘴里不断蹦出各种高大上的互联网词汇。可是懂行的人一听就知道，他的方案虽然华丽，但转化率全都是套用行业平均峰值。这个方案非常具有大局观，副总，周子明的方案覆盖面广，品牌声量可观，我认为非常适合作为跨年项目的主攻方向。傅庭川没有评价周子明，直接将目光投向我。文言，到你了。我站起身，从容地拿着电脑走到台前，连上投影仪。周经理的方案确实很漂亮，但这套引流设想在周3就已经被我全盘推翻了。跨年大项目的产品客单价偏高，如果我们按照周经理刚才说的去砸3大平台的头部大 V， 高昂的坑位费会直接吃掉我们40%的利润空间。在行业平均转化率下，这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的面子工程。温言，你这是纸上谈兵，你怎么知道大 V 转化率达不到预期？我当然有依据。我微微一笑，按下翻页键。这些是我这3天带着团队一家一家跑出来的保底销售意向书。我们放弃了虚无缥缈的声量，转而和垂直领域的头部渠道进行了深度绑定。他们承诺了资源未倾斜，并且在合同里明确签下了保底销售额。周经理，我的方案是用来真金白银卖货的。这份意向书上的保底销售额比你幻想出来的数字还要高出30%，而且营销成本压缩了一半。温言，你私自去和渠道商谈返佣条件不符合审批流程吧？这种空头支票能落地吗？楚总，所有条件都是按财务部核准的底线标准谈的，只要今天提案通过，明天他们就可以走正式合同流程。好的方案是用脚跑出来，用数据算出来的。汇报结束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傅庭川身上。傅庭川翻了2页我的纸质方案，缓缓抬起头。公司的跨年大项目要的是真金白银的利润，不是粉饰太平的声量。周子明的方案存在严重成本偏差，温言的方案数据扎实，预算控制权、渠道对接负责周子明配合执行。副总说的对，我会让周子明好好配合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最近我听到公司内部流传着一些关于特殊关系和捷径的无云之谈。我今天把话说明白，在这里，唯一的特殊关系就是你和业绩的关系，唯一的捷径就是谁能创造价值，谁就能拿预算。如果再让我听到有人不好好钻研业务，反而把心思放在造谣生事、搞职场斗争上， HR 会直接请你走人。公司不养只会造谣生事的人，也不养只会剽窃别人初稿的废物。最后一句话让周子明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散会后，我是昂着头走出去的。那些关于关系户的恶毒谣言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彻底粉碎。走到走廊拐角，傅庭川叫住了我。温言，今天表现非常出色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谢谢副总，这也因为我知道，无论外面怎么传，您都会给我一个只凭实力说话的公平战场。跨年大项目上线后，销售数据打破了历史记录。趁热打铁，我提交了推出联名文创周边的企划。然而，当采购部把最终筛选出的合作方名单递到我桌上时，我刚喝进嘴里的一口咖啡差点全喷出来。为了进一步拉升客单价和用户粘性，我向傅庭川提交了跨年联名文创周边的企划案。企划案顺利通过，采购部经过多轮筛选，将3家顶尖文创公司的资料递到了我的办公桌上。
当我翻开综合评分第1的沐风文创画册时，我差点没被口水呛死。沐风文创法人代表温宇，这不就是我那个亲哥的公司吗？为了避嫌，我前期刻意回避了名单拟定，全交采购部去盲选。没想到我哥的公司这2年做得这么猛，直接成了我们的首选合作方。周三下午，沐风文创的 CEO 亲自带队来公司进行最后的方案敲定和签约。我提前来到高级会议室调试投影仪，门被推开，傅庭川走在前面，而落后他半步，正和他谈笑风生的男人，正是我的亲哥温宇。傅总久仰大名，能和贵公司合作是我们沐风的荣幸。温总客气了，为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项目的核心负责人温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温总好，我是项目负责人。怎么？温总认识我们这位年轻的负责人？副总见笑了，这丫头是我亲妹妹，她这人平时迷糊得很，天天熬夜打游戏，我还以为她在你们公司就是个打杂的。合同顺利签完后，傅庭川提出要请温宇的团队吃顿便饭。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我无可避免地被拉上了酒桌。副总，我这妹妹从小就被惯坏了，天天熬夜打游戏，工资全拿去买游戏皮肤，穷得响叮当。这1年她在您手底下做事，没少给您添麻烦吧？温总客气了，温言工作能力很强，这次跨年项目交出了完美的答卷。副总您是不知道，他私底下就是个马大哈。1年前他手机进水，居然把别人的微信认成了我的。我正夹着的一块糖醋排骨吧嗒一声掉回了盘子里，我拼命给温宇使眼色，在桌子底下狂踢他的小腿。要了1个多月的零花钱买游戏装备，那个被认错的也是个奇葩，居然真给他转了好几万。要不是温言后来把钱还清了，我非得把那个占便宜的家伙揪出来，狠狠揍他一顿不可。我捂着脸，恨不得当场去世。傅庭川慢条斯理地放下酒杯，拿毛巾擦了擦手，他嘴角带着笑意，转头看向温宇。严格来说，我才是那个被平白无故要走38000块钱的受害者。温总刚才说要狠狠揍那个人一顿，现在我就坐在您面前，不知道温总打算怎么动手。温宇彻底傻眼了，他猛地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用眼神无声地咆哮。傅总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傅总，您是个精明人，既然知道他认错人了，为什么还要将错就错，纵容他，甚至给他转那么多钱？您该不会对我家温言有什么企图吧？温总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一开始确实觉得有趣，但后来我看到了他身上的韧性和聪明。我纵容他是因为我愿意，后来不点破是怕吓到他。我对温言确实有企图，我花了1年的时间，等他在这个职场上站稳脚跟，等他长出自己的底气。我不仅想做他工作上的领路人，更想做他未来人生的同行者。傅总，只要温言愿意，我没有二话。但您记住，只要您敢让他受委屈，我温宇拼了这家公司也会找您算账。晚宴结束后，温宇非常识趣的先走了，我和傅庭川并肩走在江边步道上。你哥已经同意了，那你呢？傅庭川，如果我现在再问你借38000去充游戏，不用还的那种，你会给吗？不用借，只要你点点头，我的工资卡，连同我这个人，以后全都归你管。2个月后，跨年大项目如期上线。0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，后台的销售数据直接飙升。温言，我们破纪录了！转化率比去年提高了40%。我紧紧盯着大屏幕上跳动的数字，眼眶红了。楚潇潇和周子明早在那次提案会后就失去了话语权，灰溜溜的主动辞职了。周末，公司包下了市中心的全景餐厅举办庆功宴。隔着人群，我看到了傅庭川，他站在灯光下，静静地注视着我，他的眼神里毫不掩饰着骄傲。庆功宴进行到后半场，大厅里有些气闷，我推开了通往露台的玻璃门。在这儿吹冷风，我也不想要了。傅总，这可是当初我用来找你骗钱买装备的专用道具，您这是在翻旧账吗？所以现在由我亲自送上，这杯奶茶是敬你的，你用实打实业绩证明了你自己就是最大的底气。我吸了一口奶茶，甜味一直蔓延到心底。露台上的气氛安静温柔。温言，其实有一件事我忍了很久了。傅庭川，你疯啦！微信头像是重要的商务形象，你变成这样，明天公司里还不得炸开锅？以后工作上的事儿你可以叫我傅总，但私下里我不想再跟那个纯黑色的头像去抢哥哥这个称呼了。我是你的男朋友，名正言顺的那种。
男朋友。短暂的周末很快过去。周一早上，我刚踏进公司大门，就发现整个办公区的气氛诡异到了极点。乔家直接冲上来，一把将我拉进了茶水间，反锁了门。温言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副总的微信头像是怎么回事？别跟我说这是工作照。这个就是跨年那天随手拍的啊，体现了我们团队合作的精神。胡说！团队合作需要老板用这种拉丝的眼神盯着你看吗？全公司的大群都已经炸锅了，大家都在猜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。唉，文言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总裁办公室，顺手关上门。傅庭川坐在办公桌后，嘴角带着笑意。男朋友上岗第一天，适应的怎么样？傅庭川，你赶紧把头像换回来，我们才刚谈恋爱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老板上位，地下恋情，懂不懂？好，地下恋情。不过有个新项目，只能由你来接手。什么项目？公司刚刚收购了一家国内顶尖的电竞战队，准备开拓游戏领域的商业版图。战队那边全是些桀骜不驯的职业选手，一般的项目经理根本镇不住他们。我想来想去，全公司只有你最合适。这不就是那个在游戏里天天骂我菜，跟我互喷了半个月的国服第一刺客吗？傅庭川居然让我去给他当商务经纪人。傅庭川，你玩我呢？这人昨天还在游戏里抢了我的怪，骂我菜，我们俩连着对骂了2个小时。所以只有你去才能镇住他。去吧，温经理。下午，我硬着头皮来到了战队训练基地，推开门，里面乌烟瘴气。找谁？我是公司新派来的商务经理温言。就你一个连段位都打不明白的菜鸟来管我们？战队现在连比赛报名费都快交不起了，你哪来的回哪儿去？谁说战队交不起报名费？我不光能拉来赞助，我还能管好你们的训练节奏。行啊，想让我们听你的，游戏里见真章。单挑，你赢了，以后你说了算；你输了，立刻走人。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了熬夜打游戏练了多久的手速。上号，我坐在电脑前，熟练地登录游戏账号。陆泽和几个队员凑过来看。是你？昨天晚上那个死活不肯让发育资源的刺客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少废话，开局。进入游戏，陆泽的操作确实很快，走位极其精准。第一波交锋，他想抓我破绽，我立刻交出闪现，反手一个控制技能，直接把他定在原地。胖子，看懂了吗？这女的手速不比队长慢啊！闭嘴！就在他准备放大招带走我的时候，我卡了一个视野盲区，提前预判了他的走位，一套连招直接将他带走。屏幕上弹出了胜利的字样。陆泽死死盯着屏幕，过了好半天才摘下耳机。我赢了，从今天起，训练时长、作息规律全都听我的。就在这时，训练室的门被推开。我让你来管理战队，你就是这么管理的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上班时间打游戏还被大老板抓个正着。我赶紧站直身体。傅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这是在用特殊手段收服员工。傅庭川走到电脑前，扫了一眼战绩。操作不错，陆泽，愿赌服输吗？陆泽咬了咬牙，低下头。愿赌服输，以后温经理说了算。很好，温言，出来一下。我跟在傅庭川身后走到走廊。刚才表现不错。傅庭川递给我一份资料。战队的情况很糟，他们之前的赞助商撤资了，如果没有新赞助，下个月的联赛他们直接弃权。剩下的交给你。拉赞助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前期至少300万。傅庭川说。我倒吸一口凉气。傅总，公司不能直接出钱吗？这是独立运营的项目。温言，你要学会自己找资源。下午，我回到训练室，看着那几个打游戏的网瘾少年，开始发愁去哪弄这300万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接起电话，对面传来一个男声：“温经理，你好，我是星光战队的经理。听说你们战队快解散了，我想出50万买断陆泽的合同。”我拿着手机冷笑出声。我对电话那头说：“50万买断陆泽，陆泽的商业价值至少翻10倍。”温经理，别装了，你们连报名费都交不起了，让他来我们战队，我给他2倍工资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不卖。
我推开训练室的门，直接走到陆泽面前。星辉战队要挖你。我开门见山，陆泽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。陆泽问，眼神躲闪。他们给你多少钱？陆泽，我问你，你打比赛是为了钱，还是为了冠军？陆泽没说话。旁边那个叫胖子的队员小声开口：温经理，泽哥家里急需钱，他妹妹要做手术。我愣住了，难怪陆泽那么在乎钱。做手术需要多少钱？20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笔钱我来想办法，但你必须向我保证，绝不离开战队。接下来3个月，听我的安排，拿下联赛冠军。你真的能弄到钱？我肯定能拉到赞助。我夸下海口，但20万的手术费加上300万的赞助费，简直是一座大山。我想来想去，翻开了手机通讯录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钱还欠我人情的老板，我只认识一个。我点开了我哥温宇的微信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提着2杯咖啡，推开了沐风文创 CEO 办公室的门。哥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借多少？我不借钱，我是来谈合作的。哥，你赞助我的电竞战队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天天熬夜打游戏，工资全败在游戏里。现在你居然让我拿公司的钱去赞助一群打游戏的，你疯了！我赶紧把企划书递过去。哥，你看数据啊，沐风文创如果能拿下冠名权，推出战队联名周边，绝对稳赚不赔。温宇直接把企划书扔回给我。我不看数据，我只看到你这几年为了打游戏长出的黑眼圈。这事儿没门。哥，陆泽的妹妹等这笔钱救命呢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傅庭川走了进来。温总，火气别这么大。傅总，这是我家的私事，现在也是我的公事。温总，既然是谈生意，就按商场的规矩来。对赌协议敢签吗？傅庭川走到办公桌前，300万赞助费，沐风文创出。如果战队拿下联赛冠军，所有的商业周边收益沐风分走70%。如果没拿到冠军，这300万算谁的？算我的。傅庭川看着他，我个人全额赔付给沐风。我猛地转头看向傅庭川。傅庭川，你疯了！我压低声音，30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他凭什么替我担这么大的风险？就算他有钱，也不能这么随便砸。温宇看了看傅庭川，又看了看我。好，傅总爽快，不过我必须加个条件，如果没拿到冠军，温言必须彻底戒掉游戏，回我家公司老老实实上班还债，以后不准再碰任何跟游戏有关的行业。成交。我站在旁边，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拿着300万的赞助意向书走出沐风文创的大门，我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傅庭川，你为什么要帮我担这么大风险？因为我相信我的女朋友。你在游戏上的天赋不应该只用来熬夜打发时间，而且这也是让你改掉熬夜缓习惯的最好机会。有压力才有动力。赞助费一到账，我立刻拨出20万，打到了陆泽妹妹指定的医院账户上。可当我拿着缴费单兴冲冲赶到训练基地，推开门时，却看到陆泽正跟战队里的辅助队员大吵大闹，两人甚至愤怒地推倒了旁边的电竞椅。我大吼一声，冲进去强行拦在他们中间。住手！温经理，这小子收了星辉战队的黑钱，他昨天故意把我们的战术体系泄露给星辉了。陆泽咬牙切齿地喊道：星辉战队不仅承诺给我首发位置，还开出了3倍的高薪挖我，人为财鸟为食，留在咱们这个破战队有什么前途？我不干了！说完，他一把推开椅子，摔门离去。训练室里一片死寂，陆泽颓废地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抱着头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把20万的手术缴费单拍在桌子上。你妹妹的手术费我已经交了。我看着陆泽，陆泽抬起头，拿起单子，眼泪直接砸了下来。他声音发抖：温经理，谢谢。可是我们现在少了一个主力辅助，联赛下周就开打了，
少一个人根本没法上场报名。我拉过战术白板，缺人就找。距离报名截止还有3天，我不信全服找不到一个能打辅助的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带着剩下的队员疯狂在游戏里捞人。可是高端局的顶尖辅助玩家本来就少，能跟上陆泽这种快节奏打野的更是凤毛麟角。我们试训了10几个人，全都不合格。眼看报名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胖子瘫在电竞椅上。温经理，真找不到了。我盯着国服排行榜，目光锁定在全区第1名的 ID 上。这个叫隐神的玩家，常年霸占辅助榜第1，却从来没加入过任何战队。我点开他的私聊框，发送了一条组队邀请。没想到对面秒回了3个字，气得我差点当场砸了键盘。你不配。对面只回了这3个字。我猛地站起来。胖子，把这人的对局录像给我调出来。屏幕上播放着隐神的辅助操作，精准的预判，完美的技能衔接。我盯着屏幕，确实厉害，但我专治各种不服。我切回自己的账号，熬夜上分不睡觉，给对方发去一条消息。今晚8点开房间单挑，你赢了，我给你转5万块；我赢了，你来我战队打首发辅助。10分钟后，对面回复房间号。晚上8点，整个基地的人都围在我的电脑后面。温经理，你个刺客玩家怎么打辅助啊？谁说我要用刺客？我秒选了一个高爆发的输出型法师。游戏开始，对方的操作滴水不漏，我几次试图强杀都被他化解，甚至还被他抓住空隙反杀了一次。我活动了一下发酸的手腕。手速真快，但这几年天天熬夜打游戏，我最不缺的就是专注和韧性。游戏进行到20分钟，双方经济持平。他终于在一个草丛旁边露出了一个极小的走位失误，我立刻闪现跟上，一套最高爆发伤害的连招，直接将他带走。屏幕上弹出胜利，训练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。我在公屏上打字，给个地址，面谈。第2天上午，我按照对方给的地址来到了郊区的一家普通网咖。当我看到坐在角落里那个戴着鸭舌帽的隐神时，我彻底愣住了。坐在电脑前的是一个看起来18岁的少年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，一边啃着干面包，一边盯着屏幕上复杂的代码和数据。你就是隐神？你是昨天那个用打野法师的人？温言，星辰商务经理，我来兑现昨天的赌约。我不去打职业，职业没工资，我还要交这里的网费。谁说没工资？底薪8000，包吃包住，拿下冠军还有奖金分红。骗人！第1个月的工资预付，现在能跟我走了吗？我叫季白，如果战队管饭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这么小，别看他年纪小，辅助能力绝对碾压你们。全员到齐，从今天起开启魔鬼训练，准备迎接联赛的第1场硬仗。联赛正式打响，我们的首战对手正好是之前试图挖走陆泽，并且买通我们前辅助的星辉战队。在赛前后台通道里，星辉战队的经理带着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，脸上带着极其嚣张的冷笑。哟，这不是快破产的破烂战队吗？从哪儿找来个没经验的新人当首发辅助？你们还能凑齐5个人打首发呀？凑齐5个人收拾你们足够了。嘴硬没用，一会儿台上见，我会让你们连15分钟都撑不到就点投降。Let's go！ 听着，今天的第1场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，不要有压力，按我们几周演练的战术打。明白，明白。比赛进入禁用选用英雄环节，星辉战队果然有备而来，他们疯狂针对陆泽，把陆泽最擅长的几个打野刺客全部禁用了。他们想废了我的打野节奏。没关系，季白，拿你的招牌辅助。陆泽，选那个我们藏了一手的冷门英雄。游戏正式开始，
前期星辉战队打得极其凶狠，频繁入侵我们的野区，抢夺资源。陆泽的发育受到了严重干扰。温经理，他们一直在重点针对陆泽。我盯着大屏幕上的局势，手里捏了一把汗。游戏进行到10分钟，星辉的5个人直接集火陆泽。就在陆泽的血量即将见底，耳机里突然传出季白冷静的声音：“我拉住他们了，队长，反打！我拉住他们了，队长，反打！”大屏幕上，季白的辅助英雄精准地释放一个范围控制技能，星辉战队的5个人被死死锁在龙坑边缘。漂亮！集火那个法师，别让他放技能。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ace！ 系统播报音响彻全场，星辉战队直接被打懵了，他们全员阵亡，最快的复活时间还有整整40秒。别去打龙了，带着兵线，中路一波推平他们。5个人带着超级兵一路狂推，直接砸碎了星辉战队的水晶基地。Victory！ 比赛时间定格在14分50秒。我摘下耳机，扔在桌面上。我说过，15分钟内收拾你们足够了。全场沸腾。第1场比赛，我们不仅赢了，还以绝对碾压的姿态把星辉战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然而，就在我们准备开始第2局比赛的时候，几名联赛官方裁判突然冲上台，强行按下了比赛设备的暂停键。裁判，我举报星辰战队违规参赛，他们的首发辅助绝对未满18岁，用的是假身份证报名。温经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请立刻出示该选手的身份证件。裁判，我查过他的底细，他上个月还在普通网咖靠给人代练赚饭喘，看起来根本不像成年样子。他们就是虚报年龄。你胡扯！打不赢比赛就玩阴的。睁大你的双眼看清楚。经官方核实，星辰战队选手季白，生日期核对无误，他昨天刚满18周岁，完全符合参赛规定，举报无效，比赛继续。刚才那局手下留情了，这一局我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第2局比赛，季白和陆泽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，星辉战队毫无还手之力，被我们在10分钟内直接零封打爆。温经理，网上有爆料称是因为您和联赛最大投资方富庭川有存在不正当关系，请问您是靠不正当的私下利益交换换来的战队名额吗？闪光灯疯狂闪烁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大屏幕后方的赛事直播间里，弹幕瞬间爆炸，满屏全是电竞关系户靠老板上位的恶毒谩骂。陆泽红了眼睛，就要去抢记者的话筒，被我死死拉住。这位记者，造谣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们战队的300万赞助全部来自沐风文创，赞助商看中的是战队的商业潜力，和任何私人关系无关。可是有内部人员爆版是被迫投的，是你用各种手段逼迫他掏的钱。我是沐风文创的 CEO 温宇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战队经理温言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妹妹。我花300万赞助自己亲妹妹的事业，有谁不服吗？再敢造谣抹黑我妹妹，我们公司的法务部会把律师函直接寄到你家。观众席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，直播间的风向瞬间反转，满屏开始刷神仙哥哥、霸道总裁宠妹日常。公关危机不仅被完美化解，反而给战队带来了一波巨大的曝光度。晚上，傅庭川带我出去吃宵夜庆祝。你哥今天表现不错。不过接下来的比赛才是硬仗。你们半决赛的对手是皇冠战队。听到皇冠战队4个字，我的手猛地一抖。那可是连续3年的全国总冠军，他们的打野队长更是被誉为不可战胜的大魔王。我连夜赶回基地研究对战录像，刚推开门，就听到陆泽的训练室里传来一声极其痛苦的惨叫。怎么回事？温经理，泽哥的手腕旧伤复发了。最近为了打皇冠战队，他每天偷偷加练到凌晨4点，高强度的操作让手腕负荷太大了。别碰鼠标了，马上去医院。典型的腱鞘炎急性发作，
加上手部肌肉重度劳损，至少需要静养2周，绝对不能再碰鼠标键盘。如果强行参赛，他的职业生涯就彻底废了，以后连拿筷子都困难。不行，后天就是半决赛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我必须上场打野。你敢碰一下电脑试试？拿职业生涯去换一场比赛，值得吗？你的手还要不要了？温经理，我们没有替补打野，没有打野，后天的半决赛我们要直接提交弃权申请吗？谁说我们没有替补？后天的半决赛照常打，打有位，我来上。你上！温经理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你虽然单挑赢过泽哥，但这可是真刀真枪的职业赛场，是要讲究团队配合和战术运营的。我没有开玩笑，为了凑齐报名人数底线，我当时把自己的名字也报上去了，位置就是替补打野，官方审核早就通过了。可是皇冠战队的打野是大魔王，你一个非职业选手去跟他对位，会被他在线上打爆，还会被全网网爆的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就是输。如果不战而降，你们甘心吗？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，我们疯了一样在训练室里磨合配合。半决赛当天，场馆里人声鼎沸，皇冠战队的粉丝举着灯牌，气势惊人。星辰战队今天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，首发打友因伤缺席，替补上场的竟然是他们的美女经理温妍。我穿着宽大的黑白配色队服，面无表情地走到比赛机位前坐下。皇冠战队的大魔王隔着玻璃屏幕对我冷笑了一下，直播间里全是在疯狂刷经理上去送人头了。我戴上隔音耳机，隔绝了所有的嘲笑。比赛正式开始，耳机里传来系统冰冷的倒计时。我操控着刺客英雄，直接钻进了野区。大屏幕上的上帝视角里，皇冠战队的大魔王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温经理，他们进野区了，撤吧！撤什么？放他进来。季白，草丛蹲好，中单，随时准备支援。季白控制技能完美衔接，将大魔王死死定在原地。First blood， 第一滴血，开局仅1分半钟，我拿下了大魔王的一血，全场观众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，直播间里的弹幕瞬间被天呐，这女的有点东西刷屏。大魔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别得意的太早，他在公屏上打字挑衅。复活后的大魔王彻底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统治力，他凭借老道的经验开始疯狂压榨我的发育空间。游戏进行到20分钟，我们这边的外塔已经被全部推平，经济差被拉开6000了，下一波屯战如果输了，我们就没了。我没有选择防守后撤，我操控着全场最脆皮的刺客，直接一个反向闪现越过了大魔王，孤身一人扎进了皇冠战队的后排。他疯了吗？这是去送死！我当然没疯。这几年来熬夜苦练出的肌肉记忆，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。键盘噼啪作响，我在0点几秒内交出了所有的爆发技能。皇冠战队的核心输出位，甚至连闪现都没来得及按出来，就被我瞬间秒杀。我换掉他们主力了，季白接管比赛。收到。季白的声音如同定海神针，失去了核心输出的皇冠战队瞬间阵脚大乱。团灭了！他们团灭了！一波推平他们！40秒后，皇冠战队的水晶轰然炸裂。Victory！ 全场沸腾，我们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皇冠战队，挺进总决赛。我摘下耳机，靠在电竞椅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高强度的操作让我的双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。走下舞台，穿过后台昏暗的走廊，突然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伸过来，一把抓住了我颤抖的右手，落进了一个温暖宽阔的怀抱。打得好，不过以后再敢这么拼命，我就直接封了你的游戏账号。副总，300万的对赌协议你不用赔了。我从没担心过会输，因为你是我最骄傲的底牌。傅庭川轻笑，拉着我的手走向休息室，推开休息室的门，我哥温宇正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。大庭广众的，收敛点。他把一份新的商业合同甩在桌子上。干得漂亮，温妍，这是战队进军总决赛的联名文创周边首发计划。工厂那边我已经安排连夜开工了，这波热度，我们沐风和星辰战队绝对双赢。1个月后，总决赛如期而至。
陆泽的手伤痊愈，王者归来，带领战队以3-1的绝对优势拿下全国总冠军。与此同时，由我全权负责的跨年联名周边在线上同步发售，仅10分钟，销售额破1000万，直接刷新了文创领域的电商纪录。庆功宴当晚，公司包下了市中心最豪华的顶层餐厅。我穿着一袭干练的黑色晚礼服，端着香槟，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路高管和赞助商之间。晚宴进行到高潮，大厅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，一束追光打在了舞台中央。傅庭川穿着一身高定西装，拿着麦克风走上台。各位，今年是公司极具突破性的一年，跨年项目的空前成功，以及电竞版图的完美开拓，让公司在行业内站稳了不可撼动的位置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都源自于1年前，一个勇敢、聪明、韧性十足的女孩。全场的目光开始顺着傅庭川的视线，齐刷刷地汇聚到我身上。乔家在旁边激动地直掐我的胳膊，傅庭川看着我，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偏爱。她不仅是我在工作中最默契的战友，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。傅庭川举起手里的酒杯，温言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。掌声雷动，整个餐厅瞬间被祝福的欢呼声淹没。这段原本被我小心翼翼藏着的地下恋情，在这一刻被他以最光明正大、最令人瞩目的方式公之于众。没有流言蜚语，没有恶毒揣测，因为我用1整年的逆天业绩证明了我配得上站在他身边。晚宴结束后，他亲自开车带我来到了江边的那条步道。夜风微凉，江面波光粼粼，我们并肩靠在栏杆上。傅庭川突然转过身，神色无比郑重地看着我。温言，以前你叫我哥，找我要零花钱买游戏皮肤，现在我想把我的全部身家，连同我的下半生，一起交给你管理。他单膝跪地，目光如炬。嫁给我，好吗？我看着他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从误认微信头像的乌龙，到一路披荆斩棘拿下1000万项目，再到电竞赛场的并肩作战，这个男人给了我无限的包容，也给了我成长的底气。我不只要管你的钱，我还要管你一辈子。戒指缓缓套入无名指，他站起身，将我紧紧拥入怀中，低头吻住了我的唇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踩着高跟鞋，精神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。所有同事见到我都恭敬地打招呼。温总监早。没错，因为这一连串的惊人业绩，我已经正式升任公司最年轻的营销总监。我推开专属于我的独立办公室大门，桌上放了一份全新的跨国并购企划书。公司准备进军海外市场，而我是这场海外战役的前线总指挥。我翻开企划书，眼中充满斗志。就在我准备召开高层战略会议时，办公室的热线电话突然响起。温总监，楼下有一位自称是国际资本区执行总裁的女人，非要见您。她说副总现在的位子原本应该是她的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踩着高跟鞋快步走向1楼大厅。你就是温言，我是公司营销总监，请问您是？我叫沈安妮 ，MK 资本亚太区执行总裁，同时我也是傅庭川在华尔街创业时的第1任合伙人。这家公司的初始启动资金是我拉来的。沈总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这里是1000万，拿着钱离开这家公司，离开傅庭川。你一个天天只知道打游戏，靠认错微信号要钱上位的心机女，根本不配做海外并购总指挥的位子。只有我才能在资本市场上帮他开疆拓土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沈总您出手也太小气了。我上个季度给公司创造的净利润就不止1000万，您拿这点钱来买断我，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副总的眼光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去把傅庭川给我叫下来，我要立刻召开董事会。今天有他没我，我要当众罢免他这个总监的职位。不用叫了，我听得见。庭川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沈总，这里是公司，请叫我副总。还有 ，MK 资本只是公司的持股股东之一，你没有权利在我的大厅里大呼小叫，更没有权利罢免我的人。傅庭川，你为了一个只会玩游戏的新人，要跟我翻脸，
没有我们 MK 资本在海外的人脉，你这个跨国并购案根本推不下去。只要我一句话，海外渠道就会全面封杀你们。封杀，商业合作讲究的是利益，而不是你沈大小姐的私人情绪。没有 MK 资本，我们一样能打通海外市场。大言不惭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骨头这么硬，那我们 MK 资本立刻撤资。按照当年的对赌协议，如果我强行撤资，你们必须在3天内拿出5000万来回购我手里的股份，否则公司立刻进入破产清算。不用3天，这5000万我们买断你手里的全部股份，从此以后公司跟你们 MK 资本再无半点瓜葛。温言，你是打游戏把脑子打坏了吧？就凭你？好，3天后下午2点，拿不出5000万现金，我就让傅庭川带着你一起走人。副总，公司目前能调动的流动资金只有3000万，还差2000万的缺口。立刻联系银行，申请紧急抵押贷款。来不及的，银行审批走流程最快也要1个星期。沈安妮就是算准了我们的时间差，想用现金流逼死我们。温言，这件事你不用管，我来想办法。我是项目的总指挥，也是你盖过章的女朋友，这种时候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？哥，江湖救急，借我1000万。温言，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往游戏里疯狂氪金了？1000万买皮肤，你疯了？买什么皮肤？公司要回购股份，差钱。敢欺负我妹妹，等着，我马上把沐风银窗账面上的资金调拨1000万打过去，但我只能凑这么多，剩下的1000万你自己想办法。挂断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还差1000万。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，脑海里疯狂运转。突然，我的目光落在了电脑桌面的游戏战队海报上。有了，像打游戏一样，既然正面强攻打不过，我们就呼叫野区支援。我抓起车钥匙，直奔星辰战队的训练基地。我不知道的是，我前脚刚走，公司的内部网络就被人悄悄动了手脚。温经理，出什么事了？战队现在需要钱，我需要你们所有的商业变现渠道立刻开启变现，加上这几天的直播打赏，能凑多少是多少。兄弟们，我们战队的老板现在遇到了点麻烦，今天直播间不打游戏了，直接带货，卖我们星辰战队的冠军限量外设和沐风文创的联名周边，所有利润直接打入公司对控账户。这是我打职业以来的所有奖金和以前带边存的钱，一共30万，全给你。看着这群热血的少年，我眼眶有些发热。3天后的中午，距离沈安妮规定的时间还剩2个小时。我和傅庭川坐在会议室里，盯着财务的大屏。4200万，加上这2天的款项，还差最后800万，时间马上到了，实在凑不齐了。时间到了，傅庭川，看来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。这个女人根本救不了你，乖乖在破产清算书上签字吧。温总监，你们星辰战队这几天的全网热度太恐怖了，这不仅是借款，更是我们提前支付的海外独家代理定金。你们的海外扩张计划，我们跟投了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在3天内筹到5000万？签吧，沈总，拿上你的钱，立刻离开我的公司。温言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你以为买断了股份就能顺利出海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高价买通了你们公司的内鬼，拿到了你们最新的海外定价底牌。温总监，怎么办？如果海外底价泄露，我们的跨国并购案必死无疑啊！慌什么？打游戏最重要的战术是什么？是引诱敌方深追，然后彻底切断他们的退路。他以为他偷走的是我们的底牌，其实
那是我故意放出去的一张催命丸。催命符，你早就知道有内鬼。前天我离开公司去训练基地的时候，就发现内部系统有异常登录。我顺水推舟，故意在系统里留下了一份假的海外定价策略。那份假策略上的利润空间极低，他就会面临巨额的违约金，甚至导致 MK 资本资金链断裂。MK 资本以极低的价格拿下了海外最大的渠道商代理权。傅庭川、温言，你们彻底出局了。是吗，沈总？你仔细看过你签的那份外文合同里的附加条款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沈总，不好了，附加条款里捆绑了巨额的违约金陷阱，现在 MK 资本总部大怒，刚才已经下达了紧急通知，罢免了您的亚太区总裁职务。什么？商场如战场，轻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跨国大案圆满落地，我和傅延川载誉归国。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哥，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？当然是大事，你们两个的结婚大典。日子我已经找人看过了，下个月初8是个好日子。这是我拟定的备婚清单，伴郎伴娘、婚纱、钻戒全都在这儿了。谢谢大哥成全。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好看。这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漂亮的新娘。想娶我妹妹没那么容易，文的过了，咱们今天过武的。副总，我哥可是个护妹狂魔，你今天要是过不了他这一关，明天的婚礼他可真能把大门给你焊死。武的怎么过？温总，划出个道来吧。就比温言最拿手的中路1v1单挑，3局2胜。你要是输了，明天接亲的时候红包翻10倍。没问题。键盘噼啪作响，3分钟后，傅庭川一个精准的预判走位，直接拿下了温宇的一线。First blood！ 天哪，傅总是个高手啊！承让了，大哥。庭川，我妹妹我就交给你了，你要是敢让她受半点委屈，我绝不答应。我用生命起誓，绝不负她。第二天清晨，接亲车队停在了温家大门外。房门被推开，傅庭川穿着一身简简得体的黑色西服，在一群伴郎的簇拥下，带着满眼的星光朝我走来。交给你了。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疾病还是健康，你都愿意爱他，尊重他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吗？我愿意。温言，这1年多以来，我每天都在庆幸一件事，庆幸你是个重度熬夜游戏患者，庆幸你的手机掉进了水里，更庆幸你是个马大夯，认错了微信里的纯黑头像。还敢提黑历史？我不仅要提，我还要感谢这段黑历史。是你那些要零花钱的微信强行闯入了我的世界，从此我的生活里不再只有冰冷的数据和报表，而是充满了鲜活的色彩。不过，温言，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必须向你坦白一个隐藏了1年多的秘密。其实，第一天你发微信叫我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谁。我早就认识你哥温宇，也看过你们的合影。你入职公司的第一天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当时收到你的转账申请，我不仅没觉得烦，反而觉得这只自己撞上门来的小狐狸，我绝不能放跑。原来
原来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他精心编织的一张温柔网，而我还傻乎乎的以为自己捞到了大老板的羊毛，却不知早已连人带心全赔了进去。你这个腹黑的资本家！我所有的资本都是为了娶你。公司成功在美国敲杯上市，我作为集团执行副总裁，站在纽约交易所的台上，自信地按下了敲钟的按钮。我打赢了这场名为职场的终局之战。至于游戏，我依然保留着熬夜上分不睡觉的 ID， 只不过现在每当我登录游戏，队伍里总是会准时亮起另一个名叫专职辅助温总的账号。老婆，红 buff 给你打好了，快来拿。来了！这场人生的游戏，我不仅拿到了最顶级的装备，还收获了最完美的队友。未来，我们还将并肩打下更多的江山。